2026上半年营收292.09亿元，年增11%，净利大增44%，其中最新出炉的第二季单季 EPS 就高达35.72元，让上半年累计 EPS 直接砸出82.35元的惊人数字，远远甩开去年同期的56.01元。好，我们直接切入核心。这份异常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其实隐藏着大立光极为关键的战略拐点。比起这些冷冰冰的数据，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执行长林仁平最次的语气。大家知道，以前法说会上那个永远在打预防针的爆类老实树，这次对可变视光圈和 CPO-C 光子技术，居然展现出极度罕见的攻击性跟绝对的自信。这棵老实树这次是真的变了。我们说资本市场终究只看结果嘛，对吧？EPS 22.35元这个数字，明确代表着大立光实质获利的转折点已经浮现了。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手机市场温和回温而已，更是管理阶层从过去的防守姿态全面转向进攻的财务铁证。有这么强劲的营业现金流在背后撑腰，他们当然有底气去推动更庞大的资本支出。说真的，这个转型可不是随便喊口号做样子的。这就像是一台原本只在手机赛道上称霸的 F1 赛车，现在直接换上了光子的曲速引擎，准备直接飞向宇宙了。而且除了我们熟知的核心光学跟 CPO 之外，大立光其实早就默默张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形版图。你看，他们在医疗领域布局了大立云康跟新欧，甚至还跨足了万亿能源、台湾应用晶体的能源材料，另外还有大根电子的通讯事业。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级集团的全方位包围网啊！从财务角度来解读，这是一种非常聪明且具备前瞻性的风险分散策略，用核心光学技术赚来的高毛利现金流，去孵化未来10年的新兴事业体。不过呢，投资人现在最关心的肯定还是他们到底要怎么守住那座最会赚钱的手机镜头护城河。那就让我们回到基本盘防御战来拆解。从2026年上半年的出货结构来看，10MP 镜头依然是绝对的保底核心，第一季占比高达60%到78%，到了第二季也微调持稳在50%到60%，而20MP 以上的高阶镜头更是始终稳固在10%到20%这个区间。虽然说5月营收因为新旧机种交替出现了月减，但你看它的累计年增率，从3月的6%、4月的10%，一路阶梯式跳升到5月的15%。这个数据完美说明了大立光的态度。对于那种低毛利、低规格的订单，他们的做法就是抱歉，我不接。他们把产能死扣在高阶画素的韧性上，准备迎接下半年跟对岸舜宇、瑞声等入场的规格生死战。而这场规格战真正的决胜点就在可变视光圈，懂制程的就知道这一玩意儿的生产难度简直超越了潜望镜，它对微尘粒子也就是 particle 的控制严苛到变态的程度，再加上为了调整曲率，预留的缓冲区极小，大立光就是靠着这种在极限边缘疯狂试探却还能保持超高良率的爬坡速度，直接把对手横甩好几条街。所以最关键的转折在于大立光利用了制造工艺的极高壁垒，直接挡住了同业的价格战侵蚀。这种良率上的降维打击，正是他们单季毛利率能够稳如泰山的底层逻辑。再往后看，展望2027年的折叠机市场，我们必须关注财务上非常重要的 ASP， 也就是平均终端售价能不能重回上升通道。折叠机为了达到极致的超薄化，面临着极度严苛的 Z-height 物理厚度限制。你要在那么扁的空间里塞进去，就必须增加镜片数量来达到内缩放的效果，这完全是在挑战光学物理的极限啊！但说真的，对大立光来说，挑战极限就等于提高技术溢价，这可是带动毛利率持续往上冲的超级大补丸。那大立光最强的终极底牌到底是什么？就是微透镜阵列 PMLA 的全自动化制造流程。他们自带的 in-house 自制设备能力，能将组装公差死守在惊人的 0.1 到 0.3 微米极限。大家知道 0.1 微米是什么概念吗？那可是比你的头发还要细上几百倍啊！这正是所谓技术内核转化为护城河的最佳范例。在 CPO 细光子的领域里，设备自制率可是直接决定了产能扩充的速度，还有资本支出的效率的。我们把视角拉高，看看整个竞争格局。相较于传统 FAU 光纤阵列厂，像是波洛威、前鼎、统芯这些厂，他们高度依赖外购机台跟大量的人工对位。当传输通道数暴增到64轨甚至128轨的时候，这种动辄需要几万人的人力墙，会导致良率直接崩溃。但大立光呢？他们靠着全自动化机械，就算在光纤核心偏心这种不完美的状态下，依然能达到完美对准。这根本是开外挂嘛，直接对传统黑手制程进行降维打击。
不过市场上其实还有另一派半导体流派的免对准解法，像是光盛旗下的小金鸡、和盛，他们就直接跳脱了传统 V 型槽粘光纤的工艺，采用跟12寸晶圆 CMOS 相容的标准半导体制程，也就是说，他们直接在晶圆表面长出超影透镜来修正光路，利用半导体黄光微影的极高精度，彻底免疫了刚刚提到的人力强限制跟组装偏位损耗，这完全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听完大立光怎么用神级的自制设备去跨越手机的物理极限，甚至降维打击传统 FAU 厂的人力抢之后，是不是觉得这棵老实树这次真的玩很大？接下来我们要直接进入这场 CPU 圣战最核心的物理边界对决，看看大立光的微透镜阵列到底要怎么正面迎击百年材料巨人康宁的玻璃桥技术。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式在干嘛的影片。好，我们马上来看 CPU 的物理边界对决。大立光主导的 PMLA 技术属于侧边偶光，而另一方是康宁与群创阵营主推的玻璃桥接技术。康宁利用离子交换技术，直接在玻璃内部烧出高折射率的波导通道，光线在单一固态介质里跑，几乎没有空气层散射的问题。而且热膨胀系数跟矽晶圆超搭，还支援被动盲差对准，听起来是不是很无敌？但商业现实是很残酷的。康宁的水平排列方案会大幅耗费非常昂贵的先进封装载板面积，这会让他们陷入一个省了连接器却贵了载板的两极化尴尬局面，在成本结构上绝对是极大的致命伤。反观大立光这边，光线必须穿过光纤、空气、透镜，再回到空气，最后进到晶片。这种多重界面会产生天生的菲涅尔反射损耗。而且在高温运算下，如果材质膨胀不一，还会动态漏光。为了克服这个物理极限，大立光研发出了极具战略价值的4层堆叠技术。他们硬生生将40星光纤的体积缩小到传统的1/4，透过精密的结构设计，强行压低了插入损耗。这就是技术实力转化为护城河的最佳体现。如果你去追踪讯号的传输路径，就会发现，从雷射产生光源，经过 PMLA 聚焦，再进入光纤阵列，这条看似简单的直线，其实就是通往 AI 伺服器核心的高速公路。而这条高速公路的定制权，牢牢掌握在台积电与 NVIDIA 手中。大立光在这个光学讯号传输的流程里，非常精准地卡位了精密自动化外接件的这个关键节点。我们再来解读台积电与 NVIDIA 的技术路径讯号。大立光与和盛主攻的垂直或表面口合方案，因为对晶片发热不敏感，而且不占载板面积，已经被明定排入 NVIDIA 未来2年像是 Rubin 平台的标准规划中。这代表短期内他们的地位牢不可破。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比舰队的共生大联盟啊！前段由彩玉独家代工晶圆及奈米薄膜，后段大立光稳拿精密自动化外接件门票，光盛军团则负责核心光源，三者各司其职。至于康宁的水平方案呢，最快大概得等到2029年后垂直穿孔玻璃基板成熟，才有希望来抗衡了。但我们必须补上整个系统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就是主动光源的不可替代性。不管你内部光路设计的多么完美，你要知道矽晶圆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所以必须在晶片外部点灯，也就是共同外接光源 EOS。光盛就是透过跟英特雷换股，直接掌控了上游磷化铟类晶技术，成功卡位美系云端大厂的高毛利外部光引擎模组。这招霞光源以令诸侯真的是玩得非常漂亮，完美补足了整个生态系。好，绕了一圈最尖端的技术，我们最终还是必须回到高阶财务检视来见真章。真正能展现管理阶层功力的，就是营业利益率。大立光的营业利益率从2025年第3季的 35.39%， 一路连续4季回升。到了最新的2026年第2季，已经攀升到了 37.67%。数字会说话，这代表他们本业的获利能力正在实质转强。这可不是只是靠大环境顺风而已，而是实打实的技术溢价带来的利润空间扩张。更令人瞩目的是 49.4% 这个单季毛利率死守的关卡。大家要注意哦，这可是在台中新厂投产、设备折旧摊提带来极度沉重压力的背景下所达成的哦。在折旧的乌云压顶之下，毛利率居然还能像座大山一样屹立不摇，这完全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们靠着超高良率和不接低规单的铁血纪律，硬是把庞大的财务压力给扛住了。但作为深度的产业解析，我们必须犀利地问一句：这一波获利大跳升，到底是靠本业还是业外？我们来拆解数据，上半年业外收入高达 24.26 亿元，单单第2季的利息收入就有 9.8 亿，而汇损仅仅 1.6 亿。这个业外大反转竟然占了税前净利的 18.1%， 这真的是实打实的超能力啊！
别忘了，大立光的负债比只有14%，手上握有1000亿现金，这座由现金打造的超级堡垒，让他们在面对 CPU 资本战的时候，根本连眼皮都不用眨一下。最后，我们要客观体检一下管理阶层的诚信记录。目前 CPU 的布局进度可以说是非常清晰，试产线预计在2026年9月前完工，并且明确指出2027年年中就会进入量产。这份时间表可是有实际的设备采购跟厂房建制在背后支撑的，没有任何跳票记录。老实说到做到，林恩平也释出展望，明确表示7月、8月的动能会逐月增加。从手机镜头的谷底翻身到 CPU C 光子的试产就位，这条 roadmap 他们走的是异常坚定。总结来说，康宁与大立光的技术竞逐，长线来看根本不是零和游戏，反而会因为加速了 CPU 的商用化，共同把整块大饼给做大。手握1000亿现金，2027年 CPU 量产蓝图毫无延宕。所以真正的核心问题来了。当市场现在还把大立光当作一家单纯的手机镜头厂在估值的时候，是不是严重低估了它即将羽化成为 C 光子巨头的真实身价？这场极致微缩物理与半导体封装的碰撞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下次的解析见。